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我们的频道，一起来欣赏2024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在今天8月3号的中午1点钟，为您送上的是今天的第3场赛程呢，是由男子组的丰原高商出战内湖高工。那当然，昨天我们也看到丰原高商的第1场比赛也打得非常的精彩。那当然，今天对上内湖高工啊，想必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决。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呢，持续由我李秉敬以及我身旁的专业球评陈一如来为您服务。一如你好，主播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那刚刚我们在上午看完2场女子组的对决，那接着我们就看男生的部分了。当然，每一年的登峰造极的，我们都邀请在男子组的部分有8支在上个学年呢进入到最后决赛的球队。那女子组的部分呢，我们会邀请6支的队伍来参与啊。那已经是第3年了。那如果从第1年一直跟着我们看登峰造极的比赛，就会发觉真的很有跟着球员一起成长的那种，我们等于看完了一批了，对对对，刚好从高1到高3。对，其实我很有感触，我就看完了这些1年级打起来不怎么样的这些，不管是小学弟或小学妹，到了现在高3都独当一面了，变成了球队的主力。对，跟着他们一起成长，我们也看到未来台湾排球的新希望。那可能这些明日之星打完登峰造极，再进入了大学，未来又看到在弃排甚至进入到国家队。没错，所以等于是我们跟着他们参与学生时代最重要的3年。没错，也不同的历程都可以看到他们在不同的舞台，然后他们技术上面的进化跟成长。那包括这一场看下来，就是我自己身为也算是排球人，真的是会觉得内心会觉得很感动。对，应该还蛮羡慕的。以前你还在这个当学生选手的时候，没有这么好的环境或这么好的赛事。没错。对，所以现在真的很幸运，很幸福。透过这样子不管是高中排球联赛，或者是我们登峰造极，等于是高中排球联赛之前的这种前哨战一个热身赛啊，能够让观众朋友更认识这些小朋友，那也能够让小朋友呢更快的加入到或更快熟悉比赛的节奏。我想对于球技上的成长、经验的累积啊，都是十足的帮助哦。没错。所以我们也期待待会在男子组的部分呢，不管是这个丰商或者是内攻呢，双方都能够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啊。好，那当然在比赛马上就要展开了。那先来看一下丰商的部分了，这是这一次参与登峰造极的球员们，当然因为有很多还在培训队当中啊，所以有可能不是最完整的名单。但是丰商，我想以他们的实力啊，不管是先发球员或是板凳球员，都是国内在高中时期的一时之选的。那另外内攻啊，当然别忘了他们过去也都是一直是这个高中排球联赛的豪门所以一直是保持的在这个前8甚至前4的一个球队。所以我想实力也不在话下，过去也培养出非常多的这些青少年的国手啊。好，当然这一次特别感谢不管是中华职棒或者是乐天桃园或者是台钢都一起合作来参与登峰造极的青年排球邀请赛。首先为您介绍本场比赛裁判人员。第1裁判国家 A 级裁判吴国峰先生，来自台北市。第2裁判国际裁判全智贤先生，来自苗栗县。那在上一个学年的高中排球联赛，但丰商是重回王者的荣耀。那在内攻这一边呢，他们上一个学年是获得了第5名。好，比赛即将展开。那丰商还是穿着他们传统的白色球衣，那内攻间是穿深色球衣。好，第一球守住之后的进攻，伟轩，再一次没有问题。
这2波的进攻，内攻拿下了第1分。哇！这边也是从4号位啦，还以颜色。对，博成。1比1。快攻，守住。啊，从2号位做斜线。博成呢，也是去年 HVL 啊，得2个个人奖项啊，最佳边线攻击手跟最具潜力球员呐、啊。好，一彩这边是给了2-4连击。哦，所以很快的场边喊出了暂停。那目前暂时由风商4比1领先内攻。好，暂停回来，还是伟轩的发球。也是打到球的屁股啊。对。哇，暂停回来，这个手感不见了。2比4。修正。哇！哦，很有技巧。是，球稍微是低了靠网点啊，但是去利用到拦网者的手做一个 touch out。对，哦，昨天我们也看到玉胜小高一的一个表现啊，也介绍过，他是在这个国乙的冠军队啊，连续2次风商的发球都失误了。中间斜线手起，好内攻的机会，再做给玉胜斜线，哇，守得精彩。两边的4号位置修正攻的对决啊，对，互锤，再一个，好球哦，转换，突然改变方向啊，从这个1号位置这边攻击得手，举球员没有上去做拦网啊。相当精彩的攻防，目前6比3。吊球，后排啊，两边的搭配都不是这么顺畅啊。哦，这次的拦网失手了。还有啊，可惜攻击的时间点没有抓好啊，球已经落在白带底下了，才做攻击的出手。自己接，自己打。
这是一个个人的移位攻击哦。可以看到他先往3号位置做了一个假动作，重心再往右边这边移出来。盛璇，这球有破坏。伟轩吊球，手起后排来一个。还有吗？还有。哇，不过是从这个标志杆外面。这球没有 touch 出界，所以得分的还是风商。不过可能需要讨论哦。一才最后是判给了内攻。后排，哇，会飞啊！是，而且飞进来内攻这边是完全没有人去注意到哦。做给小高玉胜，他看起来真的不像高一。你不要因为他长得高就这样，他190公分，而且因为他得分的时候都没有什么表情，很冷静。是。哇，这边也是飞进来。快攻，守住，内攻追着直线长了。是出界没有错，而且也没有触手。好，来看，这次做给哲伟。11比7。2号位置。2号打斜线。孝谦也是1年级的新生呐、这个跳跃能力真的非常的优异哦。178公分啊，但是这个制空能力非常好。对，打快攻有。子婷的发球，哇，同样也是快攻，还以颜色啊！哇，盛璇，身材也是相当好，192公分哦。好，单手救回来，斜线。还有，修正后排，处理球，给到后排，来回波的快攻，界内。哇，这一波的攻防啊，两边都发挥的非常的精彩。而且是快攻4号位跟后排啊，多点都做进攻啊。好，后排来一个，打短的。哇，催泪！玉胜场边风商在还没起跳的时候就去喊催泪，在板凳席。我们听得很清楚，就我们旁边啊，是、所以现在14比9，风商领先，场边喊出暂停。
好，暂停回来。博成发球。哇！快攻，直上直下。陈宇的这个快攻啊，垂直跳跃能力啊，相当的惊人。啊，这边快攻就差了一点点啦，做的太低了，而且面对到的是2人拦网啊。对，那还是由风尚率先来到16分，目前暂时7分，领先了内湖高工。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现场。那目前16比9，还是由风尚暂时领先的内攻。博成来发球，背飞，单脚背飞。时间差。啊，防守好球，单手防守，后排来一个，还有，再做给小高一。哎呀，可惜，哇，界内第2波的接应没有人跟到底。不过刚刚这个风尚这边呢的单手防守啊，伟轩的单手防守真的相当的漂亮。哇，这一波来回很精彩。哇，没问题，还是回到玉胜的手里哦。好，玉胜的发球，17比11。吊球，在不断的强攻当中啊，做一个小球的改变。西快攻啊，有触手吗？没有，球线太长了。好，那现在风尚喊暂停哦，因为突然被内攻追了分数回来。场边有啦啦队哦，听到这个熟悉的加油声。
哦，界内，这正是界内，因为就在我们的眼前，看得太清楚了。哇，选手千万不能用眼睛看啊，一定记得要跟到，一定要跟到线边，确定是界外球，再做一个放掉的动作。好，他9号，18比14。求正攻，后排，好球！国城，直接喷掉啊！其实看男排的比赛，就是要去享受这种他们在用空中啊、支空飞进来的，有一种暴力美学。对对对，暴力美学。啊，可惜发球过网。快攻，好球！界内。哦，这一颗球必须称赞一下风尚的举球员品贤呐，在这个举球的这个节奏的调整上面呐，可以看到慢动作，可以看到，其实让拦网者猜不出来他到底是要举快攻还是举长。哇，这已经调开了拦网的选手哦。也是小高一的选手啊，令人惊艳。哦，这个单手，举球美技，真的，哇哦！我们再看一次，单手。做处理，吊球，内攻机会，再来一次，斜线，防守好球，后排来一个球，哇，这一颗球，内攻的自由球员守得相当的精彩。直接8。好，那现在双方剩下3分的差距。往上，快攻！哇，这个小脚越打越斜，是，不过有点闪得太多了，闪到自己出界。对，哇，所以现在被追到剩下2分差，场边再度喊出暂停。暂停回来，持续由内攻来发球，19比21。利用时间差，交给玉胜。
子婷。哇，可惜没有包到球哦。对哦，这个声音就不太对了。23-19。再一次啊！哇，守住了。品宏已经站在那个位置等他了。哇，可惜打一个角度更小的位置啊，但是要求太多了。24-19，那现在在第一局，风商来到局点。哲伟这颗球蛮可惜的，因为对方已经是一支拦网，其实不需要去做到这么刁钻的角度了。掉一个，直接压。哇，把握度真的是非常的高啊！对，还是由玉胜啊拿下了分数，在第一局25-19，风商收下1-0，暂时领先的内攻。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的现场。风商跟内攻之战呢，双方来到了第二局。那在第一局在后半段呢，内攻一度追上，不过风商还是靠着小高115号的翁玉胜，哇，非常有成功率的进攻啊，最终以25-20收下了第一局。好，来看第二局，由内攻先来发球。博成。
两边都有一位博成啊。那刚刚发球的是吴博成，得分的是潘博成。快攻哦，稍微掉到啊，这个时间没有搭配好。哇！啊，标志杆。哇！单人拦网，非常的振奋啊！刚刚飞进来之后啊，没想到踢到铁板，哇哦！来重播看一下这个 Monster Block。开往进攻，还有。 好球！孝谦，哇，孝谦是小高一哦，毕业自明湖国中，178公分。那我们看到在开赛的5分当中呢，内攻拿了4分，逼得场边喊出暂停。 好，暂停回来。哦，还是交给得分把握度很高的玉胜。子晴的发球，哇！啊、原本是内攻这边搭配比较不顺畅啊，反倒是风商自己没有把握。对，哦，刚孝谦，我们再看一次。那其实这个只是比较简单的处理球啊。哇，太勉强！哎呀，小心小心！啊，持球6比2。 风商这边的接球要再做一下调整啊，这几波都是接得太急了。那现在把冠鹏给换上来。好，内攻机会。啊！球转直线。 7比2，还有，来看风商的这一波。哇，这一球如果不接的话，有可能出界。不过这2波内湖高攻的防守啊，做得非常精彩。 现在都可以准确的去站到防守的位置，再加上现在内攻的前排呢，盛璇也有192公分哦，这样的一个高度。那在拦网上面呢，又非常的积极，所以造成了风商这边在攻击上蛮大的一个压力、啊。喂，这一次的快攻没有搭配上。
然后交给盛璇，啊，挥空，4比7。太开网了，这边也是处理球啊，两边这一波都是在做处理球。啊，封商这个机会没有把握住啊，是比较可惜了。8比4。啊，余胜在这次的登峰造极啊，这样的表现，大家在新学年铁定会非常注意他，必须要严加看管。真的。还有，一样是左4号位，哇，这颗球可惜拉得太长了。好，封商换人，伟轩下来休息。啊，袁凯上来。哦，直接压，还有，好，封商这一波强 ball， 一样4号位，有做到位。快攻，这次的搭配也到了。球证好球，处理。哇，后白敢打。后排太短了，只能处理。哇，直上直下，这位也是小高一对，林炫玉184公分的身高，毕业自北安国中。今年内攻这2位小高一都好会飞呀。哇，可惜没有人来做接应。是哇，内攻在第2局已经稍微将比分给拉开来了，场边在喊暂停。好，暂停回来，内攻来发球，12比6。还是只能打修正。哇，界内校签，非常敢打。哇，今天看到2位
内湖高工的1年级的同学哦，当然昨天他们就有出赛啊，他们昨天内攻是击败了平荣3比1哦，所以这个小高一的开箱秀啊是看得很过瘾啊。风尚这边是换了一个举球员了，看能不能来调整一下节奏。哦，还有，还是太低了。后排来一个，吊球，哦，没问题。风尚现在在面对呢内攻，他们在拦防上面的一个加压之下，攻击手们可能要再打得更有耐心一点。那因为在第1局的时候呢，打的攻击得分是很顺畅的，就可以一波就得分。那像现在呢，就需要更有耐心的，然后一波我们防守回来，然后专心的拦防，然后2波再来做一个进攻路线的改变。啊，可惜最后往下坠的时候还是差了一点点啊，昆凌。刚刚我们看到内攻的加油团哦，应该是胜选的家长，刚刚举了一个海报，非常非常的有创意。哎，两边的发球都长了。快攻！哇，可惜在界外没有 touch， 出界9比14。哇，其实是只有差一点点而已。好，那现在被追进之后，我们看到内攻啊也蛮谨慎的，虽然还有5分的差距，但是在教练团这边认为要先止血。好，来看风商的发球。哇，2号位置飞进来，感觉是有用不完的体力。高中生不会累啊？是啊，不知道什么叫累。哇，这个球在转身举球的时候，并没有把球掌控得太好。好，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失误之后呢，由内攻啊先来到16分，目前暂时7分领先了丰原高商。
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的现场，16比9，现在内攻领先。好，内攻的机会。哇！双人拦网找到洞，是，只要2个人拦网中间啊，小小的缝隙，还是被他硬穿越了过去。哇，这位，这个洞真的看得很准啊。对，被他打穿了。好，这边封商也要回了分数。子婷的发球10比17。哇，单人拦网！哇，这次双人拦网的手型牌面就有做好了，是，而且把洞关起来了。没错，而且卡位也非常的准确。还是给2号位，小钱。内攻宇杰，时间差，12比18。还有后排，哇，这个空间感没有掌握好，整个被球压到了。快攻还是没有搭配好。不过孙玉这球是打在了网带上。好，垫高，两边后排的对决是玉胜还是技高一筹拿下的分数，14比19。界内。这球速蛮快的，虽然在我们主播台前面，不过还是要看一下慢动作确认一下是界内没错啊。裁判老师明察秋毫，所以现在追进呢，剩下4分差。啊，内攻有点紧张喽。
15比19，稍微勉强了一点。哇，还是给到后排做处理。这边也是后排。好，这次玉胜就打太长。还有吗？好，这个鱼要太精彩了。还有修正功，好封伤 ，chance， 哇，搭配上的失误，哇，封伤有一点混乱啊。是在第2局可以看到哦，封伤到现在他们在整个攻击上面的搭配呢，似乎是出了蛮大的问题哦。那到底是沟通的讯号不够明确呢，还是说在这个给球的函送上面啊，是讯息太模糊？哇，还是吞下去，22比15。哇，一度追到4分差，现在又拉开变7分了。是，而且在一波呢没有办法攻下的防守的转换呢，也并没有做得非常扎实哦。可惜发球出界，韦哲。哇，太开网了！后排呀，又是从2个人中间的中洞啊，又是小高一校签，很可惜哦。其实2个人的时间已经有做到组合拦网了，但是中间呢，并没有做到完全的一个密合度哦。有了这一颗，哇，没接好。啊，这边是封伤的触网。对，那现在第2局内攻来到局点，24比17。发球出界。一支1对1，还是由玉胜攻击得分。球没有问题，最终在第2局内攻以25比19扳回一城，双方战成1比1平手。
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现场，风商跟内攻双方各拿1局。贤哥在这里哦，今来此地，此无人敌，哥在这里，哇，押韵，非常有创意，真的。来看这一局风商呢会做什么样的调整？因为其实上一局比较可惜的是，在风商的主攻手玉胜还有博成他们的攻击路线都被内攻这边有顺利的拦阻到哦。觉得内攻在第2局拿下来之后啊，哇，球队的士气非常的高昂啊。是哇，加上一开始又是拦网成功。现在对于风商的几位主攻的拦网的卡位啊，都非常的正确。所以的确呢，风商现在的几名主攻手们。在战术上可能要去做一下调整，就如同刚刚画面上看到的，博成呢原本是从4号位置进攻，那就改从3号位置做进攻，来创造一些自己可以攻击的空间。哇，一样单手举球，让哲伟啊打出了这个长线。自己接打修正，防守好球，哇，可惜又没有把握。哇，这边这一波乱流啊，在沟通上，攻击的沟通上，的确看起来是不太明确哦。到底攻击手要打什么样的球，不是很清楚。因为刚刚这一颗呢，玉胜是自己刚接完球，他还来不及站起来。姐妹。跳签的直线，搭配上还是。搭配的不是这么顺畅，对哇，第1局的那种流畅度到了第2局之后消失了，风商。好，不过这个拦网呢是被玉胜抓到了。风商这边呢在调整，看到底是举球员呢要去调整他给球的一个长短，还是玉胜这边主攻手他要去调整他进攻的节奏。博成的发球，3比4。还有啊，玉胜就明显打太长。哦，有 touch。4比4，博成罚球，单脚背飞，哇！现在真的比较少会在男排的比赛当中看到单脚背飞。
玄哥单脚背飞。 这边快攻也还以颜色。有一些举球员啊，很有趣，就是当对方打了什么样的战术，比如说你打快攻，对，让打快攻得分，那我这边也要打快攻，让你得分。这是有些举球员他们习惯的方式啊，你用什么打我，我就用什么战术打回去。哇！ 又是精彩的拦网，拿下分数，6比5。4号的盛璇哦，中间守在第2局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他在中间的拦网频频建功哦。好球！慢慢调整跟主攻手们、主攻群们的一个搭配哦。6比6。过网击坠，敢打！啊，双人拦网被挡了回去。 时间差，哇！球都来主播台了。这慢动作，重看一下有没有定3米吧？哇，定3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假日来现场。哦，光听声音就过瘾，感受一下这种力与美、暴力美学的排球比赛。哇，内攻！ 越打越嗨，现在8比7领先风商。哇，2个人又是犹豫了。对。 工商的选手们自己在场内啊，现在要自己喊声啊，不然会越打越闷。好，拍一个短的后排。哦。 屌到！哇，还是明显长了。是想要打一个触手出界哦，不过点是拉得太高了。 好球！时间差。袁凯发球，也是时间差。好，打了他笑。 又来到平手的局面了，10比10。
手腕的改变方向。哎，还有小飞人又飞进来了，哇！我要帮他取个绰号，可能不是小高一，是小飞人。所以一个小飞侠，一个小飞人，一个小飞人，一个小飞侠，因为两个真的都很会飞。好球！哇！目前这几波呢，风商的博成以及玉胜啊，他们改从3号位置来做这个时间差的搭配哦，得分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我看接下来能不能继续运用中间这个点哦，把整个得分的效益跟效果把它再加成上去。两边的分数啊，在第3局哦，始终拉不开。那刚刚领先2分的内攻又被追上来。好，拦住第一波。哇，可惜！哇，这一个 chance ball， 风商这个失误，这样的 chance ball 失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这场比赛。哇，这的确是比较不应该的失误哦。是不是在整个专注度上面呢，需要再做个提醒？因为已经明确知道对方是 chance ball 的时候，那风商这边他们的防守阵型就要用最快的速度站到位。好，这一球哦，最后没有办法拦回去内攻的半场，14比12。这一分必须要先算在防守上面啊，没有防守就没有这一波的反攻。守正。打touch啊！13比14。好，突破！哇，非常的隐蔽，吴博成。哇，又是被抓到！对，这个拦网成功，让内攻率先来到第16分，目前3分领先的丰原高商。在第3局，哇，两边的分数都在射程范围内，但现在暂时由内攻3分领先的风商。
哲伟做一个掩护，斜线进攻，直接接喷到了界外区，马上调整哦，就得分了。那其实我觉得，身为主攻手呢，必须也要拥有，就是在比赛当中一定会遇到对方的拦网抓到你节奏的这种状况。那当你打得太顺手的时候，对方的拦网也会很好抓。那要怎么样在这个比赛过程中，你要去调整你攻击的手法，然后攻击的角度？那这个也是主攻手在比赛当中需要拥有的能力。哇，发球直接得分，16-16平手了。哦，所以内攻喊暂停。哦，等于是技术暂停回来之后，连丢了3分。其实我觉得风商呢，在这一局哦，感觉是打得有点绑手绑脚啦。那虽然说在可能攻击上面啊，频频的是被对方防守到或是拦到，但这些都没有关系，因为排球本来就是你会得分，我也会得分，它是一个一来一往的过程。但是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不断的去喊声，或者是我去调整。那如果说自己觉得我失误了，然后就停在那边，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因为球赛是持续在进行的，那你要怎么样马上去做调整，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玉山发球，发球失误。好球！这几波看起来啊，风商的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似乎慢慢又找回了节奏喽。刚刚是由邱云凯进攻得分。哦，界内吗？是。掩护啊，可惜抓到了。如果他最后呢，这个拦网的面向可以再朝向球场里面的话，那我想这颗球就可以成功的拦在界内。两边在第3局，你1分我1分了。还有吗？可惜看到了主审台。再来看这个慢动作。快攻，守住。还有，内攻的机会，哇，要做长攻，但是这个球线打太长了。球还有，接应的很快，再给。
第3波还是给哇，有摸到。修正，雨胜，哇，球。你可以看到风商的主攻群们在这几波4号位的修正攻啊，反而是选择中间手的左手哦，中间手的左手，也就是朝他们的外侧人来做一个进攻的路线。那收到的效果也非常好。哇，一路杀到21比21。那现在反而是内攻他们在2号位置这边的进攻效率是比较好的。接发球不到位。兵家必争的第3局，双方只有1分差。哦，谁先拿下第3局，谁就可能在这场比赛掌握优势。防守好球！哇，两个人去抢，不过还是拿下了分数。哇，剩下2分，内攻可以拿下第3局，场边再度喊暂停。我觉得风商现在一定要注意到一点，就是当他们一波的攻击下去之后，不一定能够马上的得分。那对方守起了之后，很有可能会有马上回来的球。那我觉得风商现在反而是在攻击下去第2拍的反应是稍微慢了半拍，所以在这个0点几秒的瞬间呢，就会容易产生失误。所以一定要记得，在球还没有落地之前，要把整个动作都要做完整。小钱，是，你看手起之后又马上回来了，所以这个注意力哦，一定要非常的集中。哇！22比23，潘柏成。现在前排啊有192的盛璇，还有2个后排啊都要注意。贝贝，哇，那这样就变平手了，给的太低了。那换成了内攻喊暂停，23比23。虽然在登峰造极的部分呢，等于是新学年大家可以练兵，或者是进行整合，不过感觉都不愿意输所以23比23，或者是前面分数接近的时候都是当机立断喊暂停。那内攻这边呢，现在是举球员在前排柏成在前排，那搭配到的是192公分的中间手盛璇。那2位呢，小高也有小飞人，2位现在是在后排。那我们
那我觉得首先要注意的是，举球员的突爆，然后以及很有可能呢，两个的后排可能会窜进来。哦 ，OK， 好，来了。再接起来，哇，长了，出界了，对，的确是出界。哇，那现在来到局点的是风商啊。那这一波也是抓重点啊，应该还是会给到两位，很会跳的后排来做处理。接起来，还有后排来一个24比24，化解局点。校谦，是因为校谦不管在前排，他在前排的时候2号位置进攻成功的效果就非常好。那当然，现在已经到这个最后白热化阶段，一定在攻击上面，我就是给那个能得分效果最好的那一位主攻手。这位发球，哇，这一分送回去。风商这边的发球也要相当的注意哦。过往击追，切进来了。哦，这个要救球自由，后台好球，还有自由救回来，要小心不要受伤。好，来看风商的这一波，还有第3波，后排来一个拦网成功，破内攻，嗨翻天了！哇哦！来看这个后排，哇，已经交给得分把握度非常高的翁宇胜，不过还是遭到内攻的拦阻啊。那现在25比25，是不是盛璇要来发球？快攻！快攻有！哦，二裁这边是判定了风商有触网哦，看起来应该是风商的中间手。那现在变成了26比25，内攻。好，内攻来到了局点。好，修正攻。哦，这是内攻的枪刺破。哇，内攻拿下来了，27比25，现在在局数上逆转，2比1领先了丰原高商。
好，欢迎再回到内攻跟风商之战。场边我们看到下个阶段的主播邓公已经在现场 stand by 了。那不知道邓公会不会早一点上来做，还是我们要加班？现在2-1啊，很难说啊，因为两支球队其实第3局是你来我往啊，都有机会，但是最终还是内攻啊，把握度高一点，27-25。这个发球有破坏，内攻的强 sport， 哇，界内。我觉得风商现在现阶段，首先要解决的是他们在接发球不佳的状况之下造成的这种无攻的状况。那又给无攻直接送呛 sport 给对方，给到内攻。那以内攻现在这么火烫的一个攻击手感是非常危险的。那怎么样？至少我们修正攻能够来做一个强力的扣杀，或者是来做反攻。这一球有先落地了，1-1。然后再来就是针对了内湖高工啊，两位非常会跳的小飞人跟小飞侠哦，孝谦跟轩玉这2位攻击手，防守的站位的位置啊，一定要再做个调整。没有 touch， 风商2-1领先。刚刚打太长，那这一次又要回来了。那现在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内湖高工，不管是在前排还是后排，都是从1号位跟2号位这个地方来做进攻。那所以风商赶快调整。那针对这个1、2号位进攻，我们防守的站位的排面要来怎么站哦？好，这球在界内。刚刚在扣杀的同时，我眼神做假动作。3-2。快攻搏一个，界外有没有碰到？有。所以现在4-2，风商领先的内攻。很聪明的一个方式哦，你不一定要强攻，只要可以得分的都是好球。哇，这个快攻还是没有到位啊！盛凯。所以在开赛在第4局开赛，内攻陷入到2-5的落后，马上喊出暂停。因为这5分掉的蛮快的，然后都是自己的攻击失误。没错。并不是对方的一个压迫，对方强力的进攻，都是自己上手的球，结果打丢了。不过当然也知道攻击手们一定是很想要强力的来做进攻。那有时候我们会说，当你想要过度用力的时候，反而是会失去你原本攻击的那个流畅度，可能就僵硬了。对，因为太想用力，太想用力打的时候。这样经验吗？会啊，但是我在比较年轻的时期的时候，也会有这样，就是你现在还很年轻呢，讲什么话？就是说，很想要马上得分的时候，是那个动作真的会变僵硬，而且会不流畅。是。好，来看这一波的进攻，哇，还是打不穿。哇，风商连续的得分呢。哇，踢到铁板了！哇，个人拦网，终于让玉胜给抓到了。是，再一次用掉的。打了touch out，玉胜，那现在形成8-2。
彭商现在是找到有效的方法去抑制住哦，他们在2号位置这边的一个强攻了。哇！3比8，哇！发球失误，哇！盛凯，可惜。现在校谦呢、还在前排哦，还是找到他，这个直线。是好球，对，还是喷掉了。可以看到，我们在前2局呢，玉胜的强攻已经频频的被内攻守到之后，那他自己其实也慢慢的在做调整。那现在呢，就是利用拦网的手来做一个触手出界的手段。5比10。哦，这位也要来发球。防守好球，后排哇，还是被拦住了。是那个出手的角度啊，太过于正面。那对于拦网的人来说，就很好判断了。突破，可惜内攻这边的急迫发球啊，都没有办法把握。对，哇，盛璇发球的失误，12比6，领先的还是风商。哇，这个斜线总算是突破了，哇，就是小高于轩玉。中间2号位，内攻抢 sport， 哇，太开网，防守好球，哦，自由站的位置真好，后排，还有，哇，内攻这边这2波的防守真的非常精彩。哦。出界，没有摸到。球，漂亮的救球，来看这波进攻。
封商守住。哇，这个如果场地够大的话，他一定跑得到。我觉得小高一的爆发力，校签。13比8，博成发球，转成直线守住。一样从2号位置，一边是校签，一边是炫玉啊，两名高一双翼齐飞。现在9比13。哇，文宇，强 sport 还是走2号位置。哇，这样也有校签，已经有一点不太协调的情况之下，还是打手出界。好，现在剩下3分的差距，场边喊暂停。好，来看暂停回来这一波有没有机会？哇，直接8，再守起来！哇，内攻这几波的防守还有吗？14比10。还是走2号位。好，这次校签的进攻啊，直接打在网带上。再给球，哇，真的是。再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哇，真的在空中停留时间很久，而且预设呢，2位都在空中停留很久。哎，哇，可惜这个发球啊，完全失误的情况之下呢，还是让风商先来到了16分啊，目前暂时5分领先的内湖高工。
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现场，双方5分的差距，来到第4局的后段。哇，这场比赛吸引相当多的球迷朋友来到红馆哦，欣赏新学年高中排球联赛的这个季前赛啊，登峰造极。单手举球，邵英祥是封商的啊。 更正是内中这边中间手胜选的一个触网，还是找到2号位置。哇，孝谦在2号位啊，打的是很有心得啊。是，而且是直线跟斜线啊都可以得分啊。 好球，非常聪明的处理。好，打了 touch out。 这位的发球，好球，19比13。 子婷发球，哇，弹过去，还有罗成的吊球，后排，这边也给到后排处理，转直线，小心，哇，炫玉。 这一波啊，真的要称赞一下内攻的队长哲伟啊，在后排中这种全力拼搏的防守啊。修正，防守好球。 后排来一个，有机会吗？还有，内攻，强 sport， 哇，这一球刚好在界内，被追到，剩下4分差，封商喊暂停。 暂停回来，这个斜线哦，压得非常的准。是。看封商这边能不能再多复制几颗啊？这样子4号位置的小脚进攻。 蓝的第一波，炫玉斜线同样斜线小脚。这个球我觉得封商的中间手啊，冠名如果已经起跳之后看到非常明确，他就是要打斜线的小脚，
他的左手其实可以去延伸哦，做一个拦阻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修正攻，敢打！哇，压线！炫玉这2颗啊，哇，进攻的角度啊，打得非常的漂亮。是从2个人中间穿越。喂，这次的拦网最后还是推下去，21比17，工商领先。好球！哇，漂亮的防守，这位这几波的防守真的是非常的精彩，不过可惜了。哦，但是在起跳拿捏这个球的高度啊，没有计算好，所以直接杀在网带上。目前又来到了5分差，场边是内攻喊暂停。好，暂停回来，博成，马包，哇，打了一个角度，掩护，这球还是被风商给救回来。你是不是选择2号位置呢？强势没错，还是给到2号位置。哇，这一阵子都是炫玉跳出来得分哦。而且现在内攻的战术其实就是很明显，球起来他就是全部都送往2号位置，不管是打这个2号位置的长攻，或者是 C2 的球。18比22。防守好球！哦，还有，再是2号位，哇！现在2号位成了得分保证哦。是。不过在攻击能够有效攻击的前提，真的必须要称赞一下内攻的防守。对，第一个位置站得很准确，然后第二个他们这个防守拼搏的精神非常的好。如果没有后排的选手在后面全力的拼搏防守，就不会能够有反攻这样子的机会。那现在再把14号的伟轩给换上来，快攻，有好球，一吐怨气啦，这个快攻。当大家注意力都在玉胜身上的时候啊，来做一个转换。这边一样用快攻。哇，打了 touch out。那现在风商只差1分就能够进入到决胜局。
哇，这一球长了，所以在第4局最终是由风尚以25比19收下，双方要进入5局大战。好，今天我们看到的第一场男子的比赛啊，就进入到5局大战。内攻的排球啦啦队来到现场啊，当然这个内攻啊是在台北，那丰原呢，丰商是在中部啊，所以我想在这个红馆啊，算是内攻的半个主场啊。现在已经到了第5局的决胜局哦，就看丰商这边到底要怎么样去抑制住内攻他们在2号位置的一个强攻啊。如果让他们呢只让这个孝谦啊，或者是炫玉在2号位置前排后排这样子予取予求的直线斜线都能够得分的话，那对于丰商来讲是相当的不利。那另外呢，丰商这边也要去寻求在现在面对内攻他们防守这么黏的一个状况之下，他们要寻求什么样的一个手段才能够有效的得分？哇！一开始就踢到铁板，这是丰商成功的拦网。然后注意直线。哦，在界内打了一个对角线。哇，在2号位，今天真是打得得心应手啊！举球员是对自家的攻击手非常的有信心啊。好可惜。哇，在界外。是因为其实当这个快攻举出来的时候，整个5号位置的空档已经出来了。其实这一颗只要出手快就好了哦，出手快，然后
不用去寻求大力。再给。啊，打了 touch out。哇，所以我们看到风商暂停喊得相当的及时。我在看到对手啊，已经把士气打起来，而且是1比3落后情况之下，先喊出第一个暂停。内攻这边真的是在防守之后带动的整个反攻啊，整个气势。那如同我自己在比赛的时候，如果我看到我的队友啊这么拼命的在防守，那我身为攻击的一定想说，我一定要加倍的把这颗球用力的得分把它给拿下来。这其实是相辅相成，没错，就是互相影响，那这个士气互相拉抬。好，暂停回来，内攻发球，3比1。哇，可惜了。哇，那这个犯规就得不偿失啊！不然刚刚守的是博成这个防守，哇，相当漂亮。还是走2号位。啊，这次的2号位被风商抠死了。哇，单人拦网。再给。还有。玉胜，裁判一裁这边是一个过往击球哦，因为内攻的举球员博成现在是后排的选手。那后排的选手其实在起跳的话是不能够超过网子的。快攻来转换一下节奏。那因为刚好风商呢，现在守5号位置刚好又是中间手，然后在防守能力上呢，可能就没有自由球员来的这么优异。好球！宇胜这个显现打得够重啊！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战术，就是当对方的中间手发球进来防守之后，对方的攻击手都很喜欢往中间手的地方去做攻击，所以每次我发球进去，教练就说你要注意防守。哇，这个开网，哇！风商从原本1比3的开局，到现在6比4领先了，打出了一波5比1。所以轮到内攻喊暂停。好，来看风商的发球，还是找到小钱哦。哇，结果是落在界内，已经单抓3颗得分了。玉胜，这一名高1的球员，真的，其他学校要盯紧啊，能攻善守。
还要再抓吗？哇，结果是不是？哦，一裁判的是界外。哇，一裁判出界。哇哦！所以现在工商8比4领先内攻，双方换边哦，决胜局只打15分哦，所以现在已经来到一半了。还是交给孝谦来做处理哦。哇，这边快攻没有配合上，可惜。子婷跟品宏。不过我觉得品宏这一颗想要举快攻的想法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只是在球的函送上面呢太低了。哇！好不！工商给到玉胜，机会，玉胜出界，界外。6比9。还有。再一次，再给，直接8，被拦住。3波，第3波喷掉球。现在比数来到10比6，领先的是风商。防守好球，哇，后排太短了，只能处理。但是掉到了大空档，哇！场边教练都拍拍手啊。3不管地态哦，结果都没有人有动作。小高一的表现呢，应该是蛮满意的啊。庄教练还指着玉胜，好样的。那暂停过后，看看内湖高工有什么法宝能够逆转现在5分的差距啊！内攻这边呢，举球员是在博成在前排，那搭配一个盛璇192的快攻跟主攻手。好，快攻来了！哦。7比11。一样再给博成，哇！博成这一下真的要把地板打爆了。是，我觉得博成在第5局啊，把自己的信心啊都打起来，尤其是刚刚那个连3波的连续攻击。前2波被守住，他不怕。是。第3波硬是打了他家。这边又是快攻 ，Albo。
哇，那现在形成是3-7了。还是有点挤到，跳太靠网了。好，做时间差掩护，有炫玉哦。出界太长。但博成现在状况很好，那举球员会一直把球送给他。啊，这边打太长的情况之下，形成了9-13。是。那现在把伟轩给换上来，袁凯下去休息。太勉强，只能再给他。对，还是给。是。博成也没有辜负平衡的好意啊，还是拿下了分数。那现在来到赛末点呢，是4-9。防守好球。好，来看这一颗，还有内攻变高，敢打，有碰到，没有问题。10-14。碰上这边，玉胜又重新回到前排啦。不过首要的是一定专心，要先专心接发。好，做给玉胜，哇，打在了网带上，哈哈哈。最后1分还没拿下来，比赛还很难说。不过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暂停后的发球。真的，你好像在预告一些什么事情。通常教练都会是因为我们一局只有2次暂停嘛，我们都会算要留1次暂停，等到什么时候用。原来教练现在都会算这个就对了。是。教练下暂停的时机也是战术之一呀。是。掩护，哇！这边可惜是越中线。哇，那现在12-14。没有意外，应该还是会找到玉胜哦。好，果然玉胜的见外，哇，这是再见的 touch out， 所以小高玉胜的进攻啊，还是帮助了丰原高商在决胜第5局15-12，3分之差气走了内湖高工。不过两队啊所演出的戏码跟内容啊，先进观众朋友看的是非常非常过瘾啊，所以也可以预告新学年的高中排球联赛。我想不管是王者丰商或者是内湖高工，在接下来新学年都有很强的竞争力啊。例如怎么看今天这场比赛？那其实不管今天在2队其实都有相当出色的攻击手。在锋上我们就是看到博成以及玉胜，那内攻就是小高一啊2位小飞人孝谦以及轩玉。今天呢就是2队的这个主力的得分手。不过呢，我们今天还是必须要称赞一下内攻，今天后排的防守真的是相当的漂亮。如果没有后排的防守这些球员的拼搏，那我想这些球员在前排也是没有办法能够有好的机会能够来做攻击。那所以今天这场比赛真的是相当的精彩。是的，那当然在我们赛后啊，还是要邀请到丰商的教练来到我们的
主播台跟我们谈一谈哦，今天这场比赛真的打得非常的辛苦啊，大战的5局才惊险胜出。那我相信内攻也给了风商极大的压力啊，尤其原本认为也许在第4局就能收下比赛，但是被内攻逆转之后呢，双方大战到了第5局。教练谈谈这场比赛是不是对手给你们很大的这种压力压迫？我觉得是自己给自己压力。哦，自己给自己压力，怎么说？学生的其实内攻跟我们2队，我感觉打起来真的都状况不是很好。是啊，但是我们自己的失误太多了。哦 ，OK。所以其实也不是说他们打死我，自己也没有做到自己该做的这样。你觉得哪边是没做好的地方？我觉得他们都有几个是新生，然后他们对球的理解力还没有那么好。对，可能就是说他们刚上来之后基本动作也还没有练到该有的，是，所以他比较多失误出现。是，不过今天小高一预胜的表现还是不错啊，包括我看到庄教练对他，好像还蛮满意的。你觉得这位预胜，我们这2天都提到他，确实190公分，能够攻也能够拦。对，那他昨天的表现跟今天表现其实都可圈可点，是很好的场，真的是。其实里面最稳定的是他。反而那些有2、3个3年级，反而学长反而有点患得患失。对，没错，是哇，那也许预胜会成为新学年 HBL 的最强新人，也不一定，对不对？以他这几天的表现来看，但还是恭喜这个风商啊，在这个登峰造极还是拿下连胜啊，非常恭喜。那也谢谢教练来到我们的主播台，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比赛现场。好，在看完了风商跟内攻之战之后呢，待会要为大家送上的就是华侨高中要来面对内湖高中啊。我想透过我们刚刚的比赛也可以知道啊，每一支球队的实力都相当接近啊，那每一支球队都不能轻忽。那我们在今天呢前3场的比赛转播工作呢也到此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李敏信，以及我身旁的专业球评陈一如，祝你顺心，我们下一场更精彩的争锋再会了，拜拜，拜拜。